12月11号，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众议院发表施政计划演说时表示，已得到美国通知。12月15号，美国部署在波兰北部村庄雷兹科沃的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将开始运作，这是欧洲反导计划的第3步。同时，该计划极大地缓解了波兰对于俄罗斯和伊朗的恐惧症，也完成了欧洲东部反导的最后拼图。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历经了10几年的欧洲反导里程。波兰雷兹科沃基地陆基宙斯盾系统设备全面投入使用，标志着欧洲分阶段适应性导弹防御方案完成了，也是欧洲反导计划第3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反导体系还包括了部署在西班牙罗塔基地的4艘宙斯盾驱逐舰，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以及分别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建设的陆地宙斯盾反导基地，他们共同组成了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完成对伊朗和俄罗斯所有射程的弹道导弹威胁实现覆盖式防御。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宙斯盾岸上站点都具有相同的核心配置，占地 1.75 平方公里，其核心是一栋安装有宙斯盾系统的4层建筑。建筑1楼是作战情报中心，2楼是发电机组，3楼是计算机组，4楼是雷达基座和相应设备。楼顶呢，则安装有多种通讯天线和探测装置，与宙斯盾系统配套的3座 Mk41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简单来说呢，就是把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搬到了陆地上。不过要说陆基版和舰载版不同的地方呢，也有。陆基拥有前置部署的AN/TPY-2 雷达协同，比如在土耳其和捷克都有协同用的雷达站。当然，阿里伯克级驱逐舰也会收到该雷达站的协同消息，只是大部分时候呢是靠舰艇自己的雷达站。陆基虽然也有自己的 AN/TPY-1 雷达，但功率明显是低于 AN/TPY-2 雷达的，所以属于大圈套小圈。如果还没明白的话，那大兵换成地图就能明白了。波兰的雷兹科沃，罗马尼亚的德维塞卢雷达范围都是370公里，土耳其的马拉蒂亚市雷达范围为1000公里，再加上4艘在地中海巡逻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每个都是370公里的探测范围，几乎把整个欧洲都放进了一个防御圈。中东的导弹完全没有办法威胁到欧洲，再加上美军向来作战都是成体系的，可以说这是一张灵活的动态防御网。本来这个欧洲反导计划应该在2020年就完成建设，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变迁，一度造成了该计划搁浅，而且就连最开始防御的目标都因为国际形势而产生了变化。最开始时候，这个反导计划只是为了防御中东地区的导弹，说白了就是针对伊朗的。但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俄罗斯开始蚕食乌克兰，让欧洲的一众国家感到了危机。2016年，美国认为欧洲拦截导弹基地的部署方案也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咱们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如果伊朗向欧洲发射洲际导弹，最佳的防守位置应该是在土耳其，而土耳其呢，也在1952年就加入了北约。如果要是防守美国本土，那么最佳拦截位置除了美国本土以外，要属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所以综合考虑来看，这个反导基地驻扎在土耳其是最合适的，而波兰的反导基地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此时反导计划已经进行了前2步，已经满足了防御伊朗的目的。然而俄乌之间的冲突提醒着欧洲国家，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伊朗，而是来自东方。如果把俄罗斯也算进防御目标，那这其中最尴尬的莫过于波兰。此时的反导系统保护范围根本就没法帮助他对抗俄罗斯，就像冬天睡觉盖被子，被子呢只盖到了腿，下半身是不冷了，但是上半身超级冷。于是就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到了2023年，这个反导计划才算是完成了，但这并不能让欧洲国家放心。可在他们忙起来之前呢，俄罗斯却提前了一步。随着6国和伊朗达成全面解决伊核问题协议，美国也逐渐失去了对伊朗反导的动力，欧洲反导计划也一度搁浅。但2015年7月15号，针对美国国务院所做的不会放弃对伊反导计划的表态，俄罗斯地缘政治问题科学院院长、军事科学博士康斯坦丁·西夫科夫认为，美国实际上是承认了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是针对俄罗斯建造的。很明显，俄罗斯有些杞人忧天了。
随着美国按部就班地推进欧洲反导系统，俄罗斯的战略焦虑日渐加深。2016年5月13号，普京在索契召开的国防工业发展会议上表示，美国人的防御计划势必会引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俄罗斯不得不做出调整。随后，俄罗斯开始研制新型导弹系统等多种手段应对美国反导系统。除了发展新的战略导弹，俄罗斯还威胁有可能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而，此时最紧张的国家根本就不是遥远的美国，而是俄罗斯近在身边的一众欧洲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3个波罗的海国家，他们本就和俄罗斯存有历史问题。说句不过分的话，他们与俄罗斯互为眼中钉、肉中刺。只是俄罗斯体量太大，随时都有可能干掉他们。作为地缘政治的受害者，他们不得不向欧洲和美国购买大量武器，增加自己的安全感。特别是在2022年爆发俄乌战争以后，加上附近的波兰、罗马尼亚也都加入了武装自己的行列。2022年12月，立陶宛政府宣布与美国政府敲定了一项价值4.95亿美元的协议，采购8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爱沙尼亚也和美国政府签署了一份价值2亿美元的协议，采购6套海马斯系统。这是爱沙尼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武器采购项目。邻国拉脱维亚表示，在寻求高性能火箭炮系统，或将采购不超过10套海马斯。也是在2022年，波兰同韩国签订了军购大单，包括1000辆 K2 主战坦克、672辆 K9 自行火炮和48架 FA50 轻型战斗机，后续又追加了288门火箭炮。同年，波兰向美国购买了250辆 M1A2 坦克，几个月后再次订购了116辆 M1A1 坦克以及配套弹药。2023年3月，波兰向美国订购了价值100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了18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8月，波兰再次请求购买96架阿帕奇直升机以及相关设备，其中呢包括1844枚地狱火导弹、96枚训练用导弹和508枚毒刺导弹等，价值高达120亿美元。可以说，这一套买下来，生生把波兰打造成了欧洲军事强国。同样操作的还有罗马尼亚， K9 自行火炮、M1A2 坦克也是玩命的往加搬，而且呢还向美国申请购买 F35。加上排在罗马尼亚前面的捷克和瑞典，等 F35 开回家的时候呢，预计要到2030年了。即便如此，罗马尼亚也是硬着头皮买，这该死的安全感。其实大兵列举这些购买清单呢，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兵没有把所有的军火单子都放进来，但即便这样，也是一幅极其恐怖的反俄画面了。这里咱们不看常规武器啊，坦克、飞机都放一放，跟着最开始咱们做的那张欧洲反导系统地图，把这些国家布置的海马斯等防御系统一一都放到这张地图上，再来看看。海马斯最大射程499公里，咱们把波罗的海3国和波兰的海马斯按照防御俄罗斯的态势，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几国靠近俄罗斯的边防线上，可以说密密麻麻全是小红圈，几乎把俄罗斯向西的边界线给包了起来。12月15号，欧洲反导计划就要完成全面启动了。俄罗斯西边的欧洲国家基本上全都武装到了牙齿。从咱们开始聊欧洲反导计划就明白，美国当时只要想防御中东地区的导弹，可是阴差阳错之下，俄罗斯一顿去军事化操作，让欧洲人切实地感受到了威胁，反倒推进了欧洲反导计划落到了实处。可能伊朗也郁闷啊，毕竟自己最近根本就没想欧洲的事儿，他们怎么就防得这么严实呢？从去年开始的俄乌战争，因为俄军的威胁以及给乌克兰去军事化的借口，东欧国家瑟瑟发抖，结果就是集体军事化，甚至成为了欧陆军事强国。不得不说，俄罗斯这种反向去军事化行动做得实在彻底，普京不愧是美国最佳武器销售员呐。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